5月29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声明称，曾于5月初邀请李尚福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会面，但就在当地时间28号晚，中方已经拒绝了美方的有关要求。声明还称，美国防部相信，为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保持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开放的军事沟通渠道很重要。此外，该报道还援引美国防部官员的话称，中方此次的态度异常直率，因为在过去类似的会谈往往在最后一刻才敲定。去年奥斯汀的几场会议，甚至是在会前几个小时才决定的。事实上，每逢国际重要会议前夕，美官方通过媒体放风，企图以此向中方施压的做法屡见不鲜。实际上，美国的这种行为的逻辑，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也就是说，其实是他做错在先但是呢，他又非常善于运用他在国际上的这种话语权，还有舆论的影响力。所以呢，美方这种做法，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反映出来他这种霸权主义的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也就是说，我在需要向你寻求合作的时候，你必须得无条件的来配合我，而他却不管这样一个是非曲直，或者说这样一个会谈的前提存在不存在。对于美国国防部的说法，在30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当前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美方是清楚的。美方应当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关切，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展现诚意，为中美两军对话沟通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中方拒绝的原因是2018年美方对李尚福实施的制裁。当年9月，美国以所谓惩罚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苏35战机、S-400导弹系统为由，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以及时任部长的李尚福实施制裁。中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并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中方指出，中美之间保持沟通的关键是美方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在前段时间的所谓气球事件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多次宣称希望跟中国防长进行电话沟通，但中方不接电话。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相关议题也被反复提及。事实上，继拜登之前声称的中美关系将改善后，美方至今仍没有取消对中国防长的制裁。不久前，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并不打算与中国脱钩，他们正寻求降低风险。他还信誓旦旦地称，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就会得到缓和，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结束对中国防长的制裁。然而，拜登发表此番言论后不久，美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就出来唱反调。他称，并不存在这样的选项。对于美方的矛盾说法，发言人毛宁曾回应，美国一边说要沟通，一边却不择手段地打压遏制中国，对中方的官员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毛宁反问美方，这样的沟通诚意和意义何在？外界注意到，进入5月以来，中美双方之间的气氛正发生着细微变化，双方高层官员之间开展了频繁互动。8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会见美驻华大使伯恩斯。10号至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和建设性的长时间会晤。随后，商务部长王文涛接连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此外，5月25号，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会见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有分析指出，相较于外交、经贸领域，中美军方高层的交往更加敏感。而当前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重返正常轨道的关键节点，只能说明中美在往这个方向上努力。至于是否能达到双边关系的稳定，还要先观其行。他在这个言语上说我想要跟你合作，但是背地里呢，却在搞一些小动作在搞这个所谓的竞争、所谓的对抗，那么出现言行不一，这个我们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的诚意必须要体现在他言行一致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说美国需要进一步的去真正的放松对于中美各个层面交流的所人为施加的各种障碍和阻力。香格里拉对话简称香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多边论坛。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于5月31号至6月4号应邀出席对话会并访问新加坡。会议期间，李尚福将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做大会发言，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访新期间，李尚福还将与新政府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根据大会日程安排，李尚福的发言安排在6月4号早上8点35分，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6月3号发表讲话。由于此次是李尚福首次参加相会，外界高度关注。据悉，他在大会发言的主题是中国的新安全倡议。此前的2月份，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相会自主办以来，中国议题一直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少不了面临一些国家的恶意指责。根据《环球时报》报道，今年中方代表团依旧是一个包括解放军顶级院校专家在内的多部门组成的高规格团队，他们将对外表达中方的鲜明立场。实际上呢，我们近几年也基本上就是一个态度，就是说你要想谈一些事情有一些合作空间的话，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对于一些核心利益，就是把握自己的利益。据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国防和安全机构的近600名代表将出席今年的对话会。除了美西方军方人士外，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不少东盟国家。每年的相会，各国都会在此期间展开双多边外交。据日本共同社30号报道，美日澳非4国拟借相会之机举行4国防长的首次会谈。本月初，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美国期间，双方不仅同意加强军事合作，还在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小三边机制，欲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组建小圈子。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拉拢日澳非等国组建军事小圈子的步伐正在加大。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9号发表声明称，将于6月1号至7号与美国、日本在巴丹省马里维莱斯港口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澳大利亚也将作为观察员加入。路透社称，这是美日菲首次联合军演。菲方透露，海上演习不仅有反海盗模拟演习，还可能包括对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的拦截演习。彭博社报道称，在中美竞争升温之际，美日菲这次演习是美国与其亚洲盟友合作的最新展示。上个月，美菲刚刚结束了为期18天的最大规模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有分析指出，这次美日菲联合演习意味着美国要把双边军事机制打造成多边军事机制，进一步扩展美菲之间的军事同盟，将日本纳入进来。对此，外交部此前已多次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的家园，不应当成为域外势力的狩猎场。南海的和平稳定关键在于地区国家坚持相互信任、团结合作，把妥处分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在亚太和印太地区的这种设置呢，基本上就是以几个核心盟友作为一个这个地区的小型的战略同盟。军事同盟，那么为他未来在印太区可能出现的他认为的这种冲突也好、战争也好做准备。好，下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新杰，孙先生你好。国务委员兼防长李尚福将军周三起将率团出席相会并访问新加坡。相会期间，中美防长是否会见面备受关注？那您对此怎么看？李尚福将军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且将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做大会发言。此外呢，还要与会的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的团长举行会谈。中美防长是否在相会期间举行会谈，是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的。在今年2月份的气球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处于困难的状态。美国方面呢，多次发出声音，希望与中国加强对话。尤其是此次相会之前，美国的防长奥斯汀邀请与李尚福将军会面。从表面来看呢，美国是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对话，尤其是军方高层的联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李尚福将军在2018年遭到美国的制裁，这本身就是美国滥用制裁的拙劣的做法。此外呢，李尚福就任国防部长之后，美国没有撤销制裁，反而提出不撤销制裁不影响两军高层会面。美国的这种傲慢的做法当然不会得到中国方面的回应。
中国的要求很简单，对话和磋商要平等、有诚意，解除制裁是基本的前提。对于中国的立场以及其中的原因，国际社会呢是知晓的。